送在下一程。好，上来吧。客官到县公岛是公干还是访友啊？你看呢？客官不是本地人，想必是卢庄主的朋友吧？是不是朋友，全看卢庄主的意思。客官说话有趣，不知道客官会不会水？好，船家，不妨你再猜一猜。听口音，客官好像是南方人。所谓南船北马。想必客官应该是会水的。巧了，在下还真不会水。哼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不愧是南侠，阁下想必就是分江署蒋平，蒋四哥了。得罪了，正是蒋平。多谢蒋四哥手下留情。若是没有那几根竹竿，詹某此刻早已畅饮着芦花荡之水了。詹大侠深功盖世，这点雕虫小技是难不住你的。好说。不过我的几位结拜兄弟正在前方候着，詹大侠要多加留心。多谢四哥关照，告辞。展昭那一身轻功真是不含糊，恐怕和大哥也在伯仲之间。难怪皇上要封他为御猫了。哼，四哥，休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就不信他有3头6臂。展昭既有南侠之称，绝非浪得虚名。大家还是谨慎点好。不过呢，我们彼此并无深仇大恨，分个输赢即可，不可以性命相搏。大家明白吗？五弟，等他过了3哥那一关再说吧。
下好大的力道，詹某佩服。穿山鼠徐庆能穿山入穴，天生神力，阁下想必就是徐三哥了。詹某擅闯陷空岛，虽有冒昧，但并非为了挑衅而来。废话少说，手下见真章。得罪了。展昭，三哥有何指教？小心我二哥的火药地雷。多谢三哥提醒。三哥回来这么久了，展昭怎么还没到？哎，这路途不熟，自然是要多花些时间的。大哥，我们要不要到门口去接他一下？展昭怎么说也从远方来，总也是客呀。不错，这样确实有失江湖礼数。他不是陷空岛的客人。话虽如此，可你我兄弟身为山庄之主，这要传出江湖，总会是贻笑大方啊。大哥，我倒配刘叔逼展昭来陷空岛，就是为了挫挫他的锐气。他既然敢单枪匹马来，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山庄的威风。五弟，你这争强斗胜的脾气，就不能改一改吗？啊？如果改了，我就不叫金毛鼠白玉堂了。也罢，南侠展昭虽然名震江湖，可我们吴蜀在江湖中也不乏盛名，就依五弟吧。啊，好，大哥的确不失江湖豪气。不过比武较技，点到为止，不可拼命啊！尤其是你啊，二弟。我？不错。比武较技，手下总有分寸。可是你那火药地雷之术就毫无情面了，稍有不慎，非死即伤。展昭与吴蜀本无怨无仇，二弟，对付展昭，不得使用火药地雷。我怎么？大哥的话你也不肯听吗？不，大哥，大哥，根本轮不到二哥出手，恐怕展昭连大哥这一关都过不了。比武较技，最忌轻敌。我虽对轻功颇有把握，却也不敢托大，恐怕也未必能赢得了他呀。就算他侥幸不败，别忘了大哥还有我。启禀庄主，展大侠到。有请。是。
侠展昭亲临献空岛，卢某未曾远迎，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。詹某不请自来，失礼之处，还请庄主海涵。好说好说，来，请坐。庄主请。请。詹某今天的来意，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？不错，请恕詹某直言。詹某与吴蜀无仇无怨，纵有冤仇，也应该依江湖规矩，而不该惊动官府。更何况是皇宫大内。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？詹大侠应该心中有数。武帝这么做就是为了御猫二字。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，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，还请诸位明鉴。可我们武帝却不这么想。白兄可以对詹某不满，却不应该惹上官家。武帝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。但我卢某兄弟5人同生一气，自当力挺。詹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，我们兄弟共同承担。吴蜀兄弟重情重义，江湖皆知。正因如此，詹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，还请庄主大度，赐还皇上玉佩。詹某衷心感谢。詹大侠，献空岛吴蜀无心与展大侠为敌，更无意招惹官家，只是事已至此，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。庄主此举又有何意？比武教计点到为止，这3弟4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，只要能将我们5兄弟一一击败，卢某天为吴蜀之首，自可做主，将玉佩奉还。倘若败的是展某呢？武帝争的不过是一口气，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。到时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。展大侠，你以为如何呀？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庄主要比的是这木桩刃。不错。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，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啊。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，詹某有幸得以见识，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。你我2人分居庄头，相互追逐，以先落地者为败。倘若僵持不下，岂非胜负难分？那倒容易，我们燃香为祭，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，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。詹某明白了。不过这木桩我浸淫多年，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。无妨，詹某尽力就是。好，不愧是南侠展昭。3弟4弟，燃香。是。庄主，请。请。
侠身手不错，庄主也不差。注意了！大侠，没有时间了，庄主请留神。展昭好计策。好腿！卢庄主，承让。卢某输的是心服口服。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卢某武弟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，展大侠却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呐。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，名震江湖。詹某无心与白五爷较量，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，詹某敏感五内。展昭，我入宫盗佩为的就是你。你既然来了，这场比斗就免不了。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，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？哼，毛鼠乃是天敌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？玉猫二字是皇上所封，詹某无意对吴蜀不敬。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。那好，詹某承诺，从此以后永不用玉猫二字。可却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。詹某已经退让至此，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？你我分出高下，定出胜负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武弟，大哥，事关吴蜀名声，莫再相劝。既然如此，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。比武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大哥，刀剑无眼，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？不过，先请几位哥哥退出10丈之外，以免妨碍展大侠施展。
展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白兄意所何指？你为何剑不出鞘？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？白兄误会了，既是切磋比试，又何须兵刃相见呢？这不是切磋比试，而是为了名誉而战。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，休怪我毁去玉佩，让你交不了差。那好，得罪了。来得好！这下有热闹看了，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。展昭似乎未尽全力啊，看着形势有点怪。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。白五爷果然高明，展昭佩服。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，皇上封的御猫，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无鼠。老五，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。战大侠，武帝是侥幸获胜。不，武帝败。三哥，你这话怎么说？他长剑已断，若不算败，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？不错，三弟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大哥，请看，这是竹剑。展昭，各位，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。詹某原本无意与吴蜀为敌，更无伤人之心，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，还请诸位包涵。武帝，展昭，白兄，同是武林中人，江湖同道。詹某对吴蜀兄弟侠义之风，常有惺惺相惜之感，还请白兄撇去成见，赐还玉佩。武帝，大哥不必多说了。二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老五，你赢了。不，啊，我输了。不过，不是输在技不如人，而是输在气度。南侠之所以称为侠，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了。白玉堂输得无话可说。玉佩奉还。吴蜀势力莽撞之处，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！吴蜀兄弟信守然诺，展某佩服。
惭愧，为了这个虚名，险些断送了吴蜀的声誉。这五弟之错，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，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。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，吴蜀绝不会逃避，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。罗庄主，请放心，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，詹某答应庄主，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。怎么不见白五爷？老五虽然输了，可是面子上挂不住，想必是躲起来了。五弟啊，幸亏是认输了，否则这雷一响啊，可就糟了。在韩二哥的火药地雷阵前，恐怕展某也难以幸免啊！不，展昭，别再提了，这事儿本来就不光彩，如果要再提的话，我也得找地方躲起来了。展大侠，难得来我陷空岛，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？不，皇上现夕追回玉佩，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。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，他日有空再登门拜谢。那好，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。四弟啊，在，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敢有劳蒋四哥。放心，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。告辞。告辞。请。这展昭果然是个英雄豪杰呀！哎，二哥，五弟要是没认输，你真眼抱着地雷？这个嘛，哎，我可是告诫过你，不准用这地雷啊！啊，哎呀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反正五弟也不在这儿，我埋的呀，那根本就是空地雷，它没装炸药啊！你呀！请留步，他日有空，詹某必定登门拜访。好，如果有需要，随时知会我们兄弟，我们会立刻赶到。陷空岛无属肝胆相照，詹某今天总算是见识了。蒋四哥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好一个羽毛展昭，在下心服口服。大人，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，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？回大人，陷空岛无属不愧是侠义中人，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，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，并未多生枝节。主动归还。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旨在展昭，目的既已达到，自然不再刁难。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？仍在陷空岛。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？大人，白玉堂素无恶行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，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。然而他夜闯进宫，惊扰圣驾，盗佩流书，行径嚣张。无论是否一时冲动，违法犯纪，却是事实。大人，那白玉堂来自江湖，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，
公孙先生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民。江湖中人又如何？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，恣意妄为？这展护卫，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，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。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，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，如何服人？但展护卫追回玉佩，有功在先，纵放轻犯，却有过于后。依法论法，你难逃失职之嫌。属下明白。大人一向知法守法，执法护法。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义与人之常情。倘若因而触法，愿承担失职之罪，任凭大人惩处。大人，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，却并没恶意，主动归还玉佩，更足见其以蒙悔意。即便是依法纠办，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，蓄意与否之别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，本府何尝不知？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，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至于判罚是轻是重，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啊。白玉堂所作所为，已然惊动圣驾。皇上震怒之余，下旨要亲自见他。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，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？一旦白玉堂到案，圣意如何，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。此案恐怕并不好办。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，然后视皇上动静再做决断？如今也只得如此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较此事更为重要，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，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。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，还有重大案件发生？不错，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测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知晓。是。本府先去厢房，请老夫人验证这方玉佩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
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孤寂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，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；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以仁孝二字期许皇上。宝卿，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仁孝二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，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，珍如至宝。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，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，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卿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职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包卿说得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玉佩追回，请皇上御览。不错，正是此佩。包卿，平身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玉佩失而复得。是展护卫追回来的？是。展护卫安在？为何不随包卿一起入宫呢？回皇上，展护卫自承有罪，待皇上宣召方敢入宫。展护卫何罪之有啊？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，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！白玉堂入宫盗宝，惊扰圣驾，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。展护卫自责，因虚名而让皇上增烦添忧。那也不能怪展护卫啊，该追究的是那目无王法的白玉堂。
白玉堂自知有错，故而主动归还玉佩。主动归还？是。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，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白玉堂进宫盗宝，惊扰了朕，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，就不予计较。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，岂不失职？展护卫自承有罪，指的正是失职之罪。不行，展护卫认罪也好，不认罪也罢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，还是要依法拘捕。臣遵旨。至于展护卫，皇上，展护卫追佩有功，赶请皇上恕其失职之罪。是啊，若不是展护卫独闯贼窟，这方玉佩恐怕永远追不回来了。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，朕自会加以奖赏。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，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。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。我不会去抓他。可是你若不抓，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只有听凭皇上了。展护卫，大人，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，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。本府明白。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？本府尚无对策。可是展护卫，老夫人一案，展护卫可都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说了，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错，的确很难让人置信。此案才是当务之急。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，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。二弟呀，什么事你慢慢说。老五他走了，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留了封书信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四位兄长如晤，弟夜闯进宫，盗宝留书，原为与展昭斗气。岂知展昭胸襟气度，无不令弟折服。玉佩虽已归还，却仍有未了之事。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，非但展昭难以交差，包大人也必受牵连。弟一错不能再错，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，均与四位兄长无关。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。玉堂拜拜。不妙啊！五弟去开封府投案了。五弟是不是疯了？如果包大人真定他的罪，他非死不可。是啊，大哥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大哥，我们把他追回来。
不，武帝的脾气大家都知道。他既然决定去开封府投案，就算是追上他，他也不会回头。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啊！三弟，平时你最为冷静，你说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他存心去死，我们就随他去。哎，老三，你这说什么话呀你？是啊，三哥，我们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，说什么也不能不管呀。三弟呀，你这个说法谁都不能接受，这也不像是平日的作风啊。大哥，按我平日作风，我会怎么办？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啊！我现在正是此意。对，三弟说的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武帝犯了错，也就是我兄弟的错。武帝如果被处死，我们也一起死。好，老三，我们一起啊，派老五去开封府自首。老四，你怎么说？能不死，当然最好不过。啊？不过要是非死不可，那就死吧，反正一起作伴。本府今日在宫中，已查得陈琳、陈公公的退隐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明日寻个名目，让张龙、赵虎出京，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。要想查明当年情形，非他不可。是，学生会做安排。大人，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？太妃娘娘的安全，还是要劳展护卫负责。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，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。属下明白。在陈琳回京之前，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。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，对日后也方便许多。大人，拘捕白玉堂归案之事，若是皇上下旨催办，大人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暂且顾不得了。娘娘进京之事，连皇上都有耳闻，只怕会夜长梦多啊。时辰已晚，母后想必累了吧？其实哀家并不累，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，多说几句也没关系。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，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。哦，皇上什么东西丢了？是一块玉佩。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，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？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！朕从小一直佩戴，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。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？不，是20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。谁呀？当时朕刚进宫，并不知道她是谁，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。皇上，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，这20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，奴婢一定认得。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？或许能够解开这20年之谜。这怎么，连哀家都不能看吗？不，当然能。母后请看。
后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才说不累，怎么一会儿就倦了？真是岁月不饶人呢。母后既然倦了，就早些安歇吧。也好，哀家就不留皇上了。儿臣告退。奴婢恭送皇上。娘娘，娘娘，是他，皇上见过他。娘娘说的是李妃。娘娘这怎么知道的？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，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，后来却送给了他。没想到，皇上当年见过他。娘娘，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就算皇上见过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娘娘，不必为此烦恼。不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当年的事，我一直不愿意回想。可如今，却不知怎的隐隐有不祥之感。娘娘，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。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，当然没有再开启过。娘娘，当年冷宫那场大火，他烧死了总管秦凤。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，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，没有清理过。娘娘，您真的要进去啊？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，奴婢只能把它敲开。那就敲吧。去。是。留在宫外。文环，奴婢在。你陪哀家进去。是。当年李妃就一直住在这儿？是，整整7年没出宫门一步。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。娘娘，
先皇赐他自尽后，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。是，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。郭总管，请看。郭总管，可要看清楚了，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，出了差错，可不干我的事啊！错不了，快盖上吧。郭公公，秦风，你干什么去了你啊？皇上降旨让李贵妃回天，你这冷宫总管怎么能不在啊？回公公，冷宫一个小太监于中染了疾病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我派人呢，赶快把他送出宫去，要死也得让他死在宫外边，免得给后宫沾染了晦气。请公公原谅卑职失职之罪。那也得把这正事处理完再办呐。行了，咱们3个都是奴才，都是替主子办事的，谁也别说谁。郭公公是后宫总管，教训是应该的。好吧，你愿意挨训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。陈公公是首领太监，皇上身边的人，当然不知道后宫难待呀。咱家要是不在这儿盯着紧点儿，怎么向太后娘娘交代呀？好好好，你后宫的事我不管就是了。秦风，李娘娘已经归天，明天清晨会有人来为她清洗换装，运出宫去安葬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在这儿给我盯着紧点，出了问题，咱家拿你试问。是。郭总管，能出什么问题呀？难道郭总管还怕李娘娘站起身来跑出宫去不成？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陈公公不是说不管了吗？怎么，现在又有意见啦？好，后宫你说了算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得向皇上交旨。咱家陪你一块儿去交旨。谁知道当天夜里，冷宫就失了火。是，奴婢猜想，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，碰到了烛火，才引起了大火。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，火场里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秦凤，一具是李妃。国怀，你可知道当年哀家为什么要把这冷宫封起来吗？这奴婢不知道，奴婢也一直不敢问。哀家想，只要封住冷宫，就能把李妃的魂魄封在这儿，她永远出不去，也永远不会找我报仇。她在这里住了7年，如果换成我呢，恐怕挨不了那么久吧。谁？娘娘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这门一直锁着呢，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。有，我听到了什么声音？
母后，好些了吧？皇上不去早朝，到这儿来做什么呀？听说母后病了，朕当然要来看看。没事，不过是受了点风寒。御医已经看过，开过了药方，没事的。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。难得皇上一片孝心，哀家会多注意的。你去忙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怎么能让太后受了风寒？奴婢该死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听说昨天夜里你陪着太后去了冷宫。太后去冷宫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太后只要去，奴婢不敢阻拦呐。冷宫尘封了20年，除了烧焦的破瓦残壁，什么也没有。太后为何要在深更半夜去冷宫呢？回皇上，太后是去凭吊吸入宫中的姐妹。20年前，朕还误闯过冷宫，之后没多久，冷宫就失火了。难道太后去凭吊的是住在冷宫的嫔妃？是。莫非是朕遇见过的那一位？郭淮，奴婢在。冷宫里住着什么人？怎么？难道连朕都不能知道吗？不，奴婢不敢。当时住的是玉成宫被打入冷宫的李娘娘。李娘娘，失火之时，她可曾在宫中？在。回皇上，当时李娘娘就是被烧死在冷宫中。太后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昨天是她的忌日，所以才去凭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朕一直没有再见过那位李娘娘。太后如此念旧，倒是让朕颇觉意外。只是这么多年来，为什么不把冷宫修缮重整呢？回皇上，太后娘娘为了缅怀故人，故此下旨维持旧貌，并且深锁宫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太后虽然顾念旧情，可睹景思人，却徒增感伤。也许太后的病正是因此而起。郭淮，传朕口谕，即日起重修冷宫。皇上。等建好之后，就不把它当作冷宫之用。朕的后宫，绝不要这样惨无人道的地方。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张龙、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、陈总管，学生也已向王马、张赵4位说明太妃娘娘的身份，并特意叮嘱4人，绝不得对外泄露半句。的确不能露出半点风声。可陈琳居住的地方离京数百里，一去一回，恐怕要不少时日啊。尤其是陈总管年事已高，受不得旅途劳顿，回程应该会慢一些。依公孙先生估计，陈琳何日可到？由今日算起，少说要6、7日。太妃娘娘的身份或许可隐瞒一时，但时间一长总是不妥。不错，看来本府要早些进行八王爷那边才是啊。启禀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。是什么人？锦毛鼠白玉堂。
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？寻詹某何事？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，那白兄要找的是包大人。找包大人有事吗？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。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？白玉堂私闯进宫，盗走玉佩，请包大人依法治罪。大人，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展昭，你不必替我说好话。玉佩虽已交还，刑责还是要追究，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。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，不劳你操心。且让本府先来问你，你可知道，进宫盗佩，惊扰圣驾，依法论罪，乃是杀头之罪。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，就不怕杀头。好气度！然而你明知必死，为何还要前来？大人，我不来投案，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，新闻天下，抓我归案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不错，本府职责所在，理当如此。然而，以天下之大，江湖之广，你若是藏匿不出，要想抓你，也未必能够如愿。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白玉堂不想连累他人。你是不希望连累陷空岛的结义兄弟，亦或是为了展护卫，甚至是为了本府？包大人，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，又何必追问其他？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。不，詹某答应过卢庄主，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。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，甚至遭到皇上降罪，詹某也会一肩承担。展昭，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，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。盗佩流书向你挑衅，是出于一时冲动；奉还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。至于前来投案，则是我自知有罪，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自有定论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盗佩流书，还佩投案的来龙去脉，本府已然明了。然而，要如何处置于你，待本府斟酌之后，自会有所决定。在此之前，你必须留在府中，不得擅离，随时听候本府传唤。草民遵命。大人，那白玉堂的身份是？无需关押，也不必监管。他若有逃脱之意，又岂会前来投案？白玉堂，本府所言是也不是？包大人明鉴。王朝马汉在，给白玉堂安排住所，要好生对待。是。谢包大人。大人打算如何处断？
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，却不失侠义之心，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。本府立刻进宫面圣，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。谢大人。展护卫不必急着谢本府，本府只能尽力而为，只怕皇上未必同意呀。不行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，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。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？回皇上，白玉堂原本是针对展护卫，绝非存心对皇上不敬啊。他和展昭怄气，就能闯进朕的禁宫，而且还盗走了朕最珍贵之物。玉佩也已由白玉堂主动奉还，而且丝毫无损。那又如何？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，皇上可否开恩特赦？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，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？皇上，国法不外人情，以情度法，以法治国，方是国法之真意。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。暴政，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？你一向执法守法，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？回皇上，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。然而，法有严疏之分，罪有轻重之别。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，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。此人虽桀骜不驯，却颇具侠义之风。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，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！什么？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，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。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，以功折罪，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，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。微臣斗胆，恳请皇上开恩。包拯，你真这么想？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，所事非人？臣为国举才，一无所惧。好，朕就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戴罪立功。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，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？臣遵旨，谢皇上。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？白某不能不来，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。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。展昭，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，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。我明白。可是我却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、快意恩仇的日子，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？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结果呢？如果不是包大人，我不会接受官职。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，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？不错，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。如果我不帮他，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，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。你不但侠气过人，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，都让我自愧不如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为朝廷尽一份力。不可能，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进入官府。
而且你别忘了，我还是戴罪之身。你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有办法让你免除罪责。你这么信任他？士为知己者死，连这一点我都比不上你，真可笑！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，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。的确，鼠不如猫。白兄弟，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。展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。大人，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。不错。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？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。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哦，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。哎，有了。如何？眼前的确有件大案待办，太妃娘娘之案。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。不错，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。然而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。陈琳，正是。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，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？公孙先生是说要令白玉堂前去接应？是的，大人。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认母一事有所尽力，也算是功劳一桩啊。公孙先生所言极是。马汉，在，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看谁来了？五弟，是你们来干什么？老五，你这算什么？不声不响，留封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。是啊，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。五弟呀，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。大哥，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我们也知道，劝不住你。既然如此，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？很简单，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，我们就一起来陪你。大哥，如果你要是杀头，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。后事啊，我们全都交代好了。你们，五位请放心，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，还请静待结果。展大人，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。既然五位都来了，一起去见包大人吧。启禀大人，现空到吴蜀道。
无畏请起。谢包大人。卢方率献空岛五属向包大人投案请罪。白玉堂进宫盗宝，你们4人有何罪之有？回包大人，我们兄弟5人同生一气，生死相依。倘若武帝有罪，我等情愿同罪。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？回大人，江湖中人义字当先，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，可献空岛五属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。所谓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，如今看来，却也未必尽然。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，却勇于认罪于后。你们兄弟4人虽未处罚，却因义之所至，甘愿同罪。若依本府，吾属当为无义。谢包大人谬赞。大人，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？不，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，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，自当泾渭分明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我们兄弟听候判罚。白玉堂虽有罪在身，但皇上以人数为怀，其以戴罪立功。若能将功折罪，或可免去刑责。这如何戴罪立功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！公孙先生，是。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，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，唯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，所以请你们五属保护进京，这便是大功一件。草民兄弟5人愿听包大人差遣。好，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，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。时间紧迫，即刻启程。是。五位一路顺风。展大侠协助之恩，吾属用之不忘。好说，请吧。展昭代五属叩谢大人。展护卫快快请起。谢大人。大人苦心，属下明白。大人分明是想替白玉堂找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不，陈令的安危也的确重要，有他们5人前去接应，本府也安心许多。人说大人有法无情，的确是错怪大人了。也不尽然，执法之人总得接受世人公平，情理法3字兼容并蓄，才是执法之精要准绳。然而，以情度法，或是违法徇私，这2者之间不过毫厘之差，端看用心如何。只要问心无愧，又岂在乎人言？大人言传身教，
展昭永记在心。今日与武艺一见，本府已感受到江湖中人豪迈之情。本府将展护卫揽进官场，想必多受约束，也委屈展护卫了。追随大人是展昭自愿，并无委屈可言。展护卫侠骨仁心，令人钦佩呀。如今白玉堂之事已安排妥当，就该集中心力在太妃娘娘身上。太妃娘娘如今情形可好？公孙先生正在施政，稍后本府要将眼前的进展一一禀报。你且随本府一同前去，也好向娘娘正式引荐。是。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。展护卫请起。谢娘娘。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，若问展护卫，或许少有人知晓，但一提起南侠展昭，却是人尽皆知。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，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的义举，早已在民间流传了。展昭不敢当，谢娘娘谬赞。可惜哀家双目失明，未能亲眼目睹南侠俊俏的风采。展昭惭愧。娘娘，经公孙先生妙手诊治，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？哀家也不清楚，只觉得双目隐隐有酥麻之感。哦，恭喜娘娘，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。倘若学生所料不差，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，至少要提高到90%。哦，倘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。啊，学生不敢。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，臣已派人去接陈林陈公公，不日当可进京。